兄弟们，女巫到底给我下了什么诅咒出来了啊？这个诅咒我之前没有见过啊，它的名字叫蜘蛛恐惧。你发现你很难对蜘蛛发起有效进攻。那么这上期视频呢，我在第211天的中午12点被女巫连续诅咒3次，不管如何回档都没有用，不同地点同一时间。到现在呢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个 bug 还是作者故意设定的。上期视频结束的时候，在沼泽有一个女巫的小屋，好多粉丝猜测啊，会不会是那个女巫诅咒的？在这里呢，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，绝对不是，只有流浪女巫才会给我们下诅咒。还有兄弟们说让我制作什么驱魔之瓶，说是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女巫的诅咒给我消除掉。但是呢，最后一想我还是算了啊。索性呢回到家，我也不知道啥时候这个未知效果就变成了蜘蛛恐惧。我一看变成了它，我就觉得无所谓了啊。说实话，只要不是不能吃肉或者是盔甲排斥，我都觉得没有问题。那这样的话，咱们游戏进入正常进行，仍然是寻找末地传送门。兄弟们再看一下我现在的坐标，我目前呢应该已经跑了大约15000格左右了。1万多格还没有找到末地传送门，我也真是醉了。但是呢，兄弟们不要慌啊！今天我是必须要给他找到末地传送门，然后呢还要做到成功击杀梦影龙。击杀梦影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，所以呢，希望兄弟们帮我点点赞，点赞越高，我的攻击力就越强，没准打梦影龙的时候，我可以多翻几次车呢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了啊！目前我也是走着走着遇到了一个村庄，这个村庄跟我上次遇到的村庄一模一样，仍然是没有发现铁箱子，看来我俩是真无缘呀！不行就算了吧。生存第217天下午1点钟，兄弟们，现在再看我的坐标，与刚才沙漠的村庄相比，我又走出来了5000格。即便是这样，我还是没有找到要塞。然而在这个平原地形呢，我又遇到了一个村庄，这个村庄还是一样让我非常失望，仍然是没有看到铁箱子。我是真不敢相信呀，这个末地传送门到底离我家有多么的远？最后呢，把我制作的梦影之眼全都搞爆了，家中的灵眼棒也没了，不得已再来下界继续搞点灵眼棒。就这样，一直到生存第218天的下午2点钟，要塞的位置总算是确定了，一刻都不敢耽搁，兄弟们，真男人挖矿直接搞下去，也没挖多少石头，反正总算是看到石砖了。进来之后，感觉今天运气还不错。首先我就先发现了一个图书馆，极南版贝爷生存中的图书馆还是非常的穷的，这项目里穷的那真的是叮当响，没有一件有用的东西，全都是一些废物。离开了图书馆，寻找末地传送门，我也并不是一帆风顺，而且还出现了一点点小小的意外。对于我的这次意外，我只能说是倒霉活该呀。懂的兄弟们自然都懂，不懂的兄弟们我也不想多说了，你们慢慢看视频，仔细观察吧。为什么我有震惊大保健的情况下，我还会被地狱苦力怕给炸死？回档之后再次回来，由于刚才已经走了一遍了啊，这次回来呢少走了很多冤枉路，所以在下午的5点钟我就找到了末地传送门，那就抓紧吧，我已经是饥渴难耐了。这个梦影龙呢也在瑟瑟发抖了。OK 了，兄弟们，末地传送门已经启动，梦影龙受死吧。很快啊，我就跳进了末地传送门，立马就获得了成就，结束了。可是我是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个梦影龙居然会如此热情，上来就给我一个大逼兜。当我还在琢磨怎么能过去的时候，此时此刻的我已经坠入虚空。这种突如其来的打击，结果自然不必多说，因为斗不过梦影龙，我掉出了这个世界。这次梦影龙主动攻击我，我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，我甚至一度怀疑作者肯定是对梦影龙动了什么手脚。可是呢，我这第2次刚进来以后，梦影龙不攻击我了，那看来刚才那一回合应该是我点背。我这刚来末地，刚好就碰到了梦影龙，然后梦影龙呢也看到了我，就朝我飞了过来，并不像我刚才所说的作者动了什么手脚，就是你一进末地，梦影龙就会攻击你。看来是我想多了，这样我就放心了，抓紧时间一段小平达打过来之后，该说不说还是非常安全的。那么接下来咱们什么都不用说，兄弟们，抡起镐子就是挖呀！该说不说，震惊镐就是厉害，挖黑曜石的速度如同挖石头，速度非常之快。挖这个黑曜石柱子黑咕隆咚啊，可能你们也看不太清楚。你不要以为挖这个柱子很安全呀，你即便是在柱子内，梦影龙还是会攻击你的。而且这个梦影龙呢，一旦碰到你，还会给你一个凋零的效果，虽然时间不是很长，但是也确实够恶心。所以呢，打梦影龙一定要具备更多的附魔金苹果，这时候不要吝啬了啊，家里有多少你就拿多少。拆除水晶的话，我就不用多说了吧，找好位置大镐子一挥，水晶就拆除了，那么就 OK 了。剩下的我就不过多演示了，兄弟们。在这里呢，我再做一个友情提示，就是你在拆除的过程中也要小心这个梦影龙啊。这一波幸好我有一个紧急手备，再加上梦影龙可能也是翅膀留情啊，这一翅膀扇的我不是太远，还给了我一线生机。最后兄弟们看我这个小堡垒，在与梦影龙交战的过程中，我发现啊，这个梦影龙好像很少吐龙息，它的主要进攻手段呢就是撞我，撞完我以后就给我来个凋零效果。所以这次啊，我依然
决然的建起了这么一个防御工事，依靠头顶的基岩，在它底下放一排黑曜石，在我中间留出一格的位置便于挥剑。此时此刻，我发现我的密银弓好像并没有多大的用处，因为我说实话啊，我确实不敢下去跟梦影龙交战，主要是梦影龙的翅膀太厉害了，我确实也是有点受不了。就这样，我从早上7点钟一直战斗到晚上9点钟，在游戏内的时间整整是用时14个小时，夜食药水都给我干没了，兄弟们。但是呢，梦影龙也快完蛋了，你们这时候千万不要说我狗啊，我这叫有智慧，我找到了解决梦影龙最好的方法。哎，在这里我还得说一点，兄弟们，这个版本的梦影龙它是不会回血的，最起码就目前看啊，梦影龙只会一招，那就是不断的撞我，我只需要把握好他撞我的时机，然后不断的挥出大宝剑。反正我感觉这个版本的梦影龙真的是太逊了，不知道兄弟们怎么评价呀？那么就在这时候呢，我觉得梦影龙的血量也差不多了，于是乎啊，我拿出我的震惊弓，我准备射他。不过在这上面射吧肯定是不行，于是我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就这点血量了，兄弟们，咱还怕啥呀？跟他拼了！可是怎么说呢？有可能是梦影龙的走位实在太好了，也有可能是我的剑法实在太拉了。哐哐射了几箭之后，并没有命中梦影龙。早知道我就不下来了。果然是啊，心急吃不了这豆腐。最终，我在这次与梦影龙硬刚的过程中，再次被梦影龙的大翅膀掀上天空。好家伙，这一掀50个高得有吧？即便是我吃下了附魔金苹果，还是难逃一死呀。怎么办？正面刚肯定是不行了。还得是在我们的老地方，但是这时候呢，兄弟们一定要注意一点啊，就是这个梦影龙在快没有血量的时候，它就跟发了疯一样。你看，就像现在，它会不断的攻击我，不再像之前那样来回穿梭给我喘息的机会了。所以说，兄弟们这一点必须得注意啊！梦影龙快没有血量的时候，你赶紧吃一颗附魔金苹果，把你自己的血量给它补满，要不然的话，它这一波你不一定能够扛得住。好了，兄弟们，不管过程怎样啊，但结果总算是好的，我们解决对了梦影龙。可是咱就说这是什么情况？直接给我结束了。龙蛋我还没拿，经验我还没收呢，好吧，无所谓了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